Hello， 各位新年快乐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学业进步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门这种东西，各位最先联想到的是什么？可以在弹幕里面说一下。以我站在各位的角度上来说，相信大家肯定最怕看到门外面的老师和教导主任，因为曾经的我也经历过被他们在门外盯着看的场景，这种滋味五味杂陈，又恐惧又难受。然而就是因为门这种东西可以隔绝两个不同的空间，所以在门的另外一边总是会带来许多的未知感，可能是好的，也有可能是不好的。那本期我们来讲几个关于门的传说，门后站着的有时候不一定是老师，也有可能是个怪物。那在这里先数据删除一下，各位别忘了3年支持一下重启系列，且看且珍惜。其实在最早西方传说当中，门有一个禁忌，就是千万别敲2次，敲1次会唤醒恶魔，敲2次则会召唤恶魔。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自然就不言而喻了，如果门被打开，恶魔就会出来追杀敲门的人。曾经有2个青少年就作死，他们从小就听说过当地有个独居老婆婆是个女巫，所以没有人敢去敲她家的门。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2人结伴来到了老婆婆的家门口。男孩先敲了2次门，并没有发生什么，于是女孩也敲了2次，2人很得意。就这他们恨不得立刻昭告全世界，原来大家都被骗得好惨，传说是假的。然而男孩回到家后就开始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怪事，另外一边女孩也好像被恶魔诅咒了，母亲只好带着她去寻找一位通灵者的帮助。然而恶魔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欺骗人类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所以这个通灵者也是恶魔假扮的。他说出了女孩遭遇的前因后果，让这母女2人对他信任有加。其实从一开始老婆婆就不是女巫，她只是个独居老人，后来恶魔利用了她的身体抓小孩进行献祭活动，老婆婆实在不忍心，决定以死来结束恶魔的控制，最后她选择了自杀。恶魔失去了人类肉体后，他很愤怒，自己不方便在人间作恶了，于是他一直在寻找新的仆人。这个时候门敲响了2声，沉寂多年的恶魔终于有了新的希望。最终为了保全女儿，女孩的母亲被烙上了印记，成为了恶魔的新主人。而这个西方民间传说也被改编成了恐怖电影《别敲2次门》，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。那么对于门这种东西，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应该是具有十足的安全感或者私密性，而在当代门反而变成了所有鬼故事和灵异事件的源头。从门铃、猫眼再到门锁和门另外一边的人，都让一些独居者对门望而生畏。曾经就有一个名叫玛丽的女大学生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有一天她回到了宿舍，无意间听到了很大的喘息声，一开始她以为是房子隔音不好，没多想就去洗澡了。然而当玛丽拉上浴帘开始冲洗时，又听到了明显的喘息声，感觉就是从浴帘背后传来的。此时的她脱得一干二净，不敢轻易走出去查看。奇怪的是，从里面看上去外面并没有什么人影，但喘息声足以证明他们之间就隔着一道浴帘。恐惧感油然而生，玛丽迟迟不敢走出去，只能默默地抽泣。大约过了2个小时，喘息声突然消失了，她才鼓起勇气打开浴帘。这次的经历让她非常的后怕，那种恐惧感太真实了，随后便火速搬了家。后来玛丽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布到了互联网上，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没想到评论区却炸出了不少有共同遭遇的人。根据这位匿名网友的描述，他是在公司茶水间遇到的，当时他正在泡咖啡，忽然听到了下面橱柜里面传来了一阵喘息声，这听着很瘆人，把他一个大男人都吓得直冒汗。后来他偷偷的往门缝里面瞄了一眼，只看到有一个蜷缩着的身影，其他的都看不清楚。当他试图打开柜门的时候，怎么都打不开。最后他找来了几个同事做帮手，结果合力打开后，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。同事们取笑他是上班出现了幻觉，哪有什么妖魔鬼怪，还是回家好好睡一觉吧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自己明明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，怎么会突然消失呢？所以当他看到玛丽的经历后，立刻留了言。随着评论区留言的增多，很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偶遇的经历。经过一系列的信息整合，这位躲藏在门背后的鬼初见雏形。他大致是一个裸体的人形生物，皮肤呈红褐色，非常的消瘦，无法区分性别。最可怕的是他的脑袋被一张巨大的嘴巴给占据了，上面还长着一组超大的人类牙齿。他不断的发出喘息声，声音大到可以从大多数坚固的门的另一侧听到。因为长得实在太有特点了，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能够完整的描述他。那我们就叫他门后人吧。根据目击者的回忆，他只会出现在门背后，
各种门，不管是玉帘门还是柜门，任何形式的入口它都有可能出现。而且门后人发出的喘息声，即使是最坚固最厚的门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声音会给人带来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恐惧感，就像类似于看到蜘蛛、毒蛇的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即使目击者是多么五大三粗的男人，恐惧感也会油然而生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不会像其他生物一样进一步的攻击人类，这个门后人反而不想被人看到自己，更不会让他们看清自己的全身。就拿玛丽的情况来举例，玉帘实际上是半透明的，但他完全看不出她的轮廓，只能看到大约有 10% 的部分。因此有网友猜测，门后人可以随时变换自己的形态，如果是碰到全透明的玻璃门，他也只会露出大约 10% 的身体，其余的就会化作一团雾气。不过这个门后人貌似除了吓唬人之外，还会偷偷的顺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据统计，他拿走过咖啡、手术装备、化学用品、汽油发电机等等，都是一些八竿子都打不着边的东西。也不知道他收集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目的。曾经还有一个案例，受害者是一名医生，他已经死了，尸体出现在了储藏室中。根据尸检显示，医生已经去世1个星期了，死因是严重脱水，在储藏室外面的走廊里被各种奇怪的医疗器械所占据，因此医生根本就无法逃离，活生生的被毒死在了里面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失踪的医生竟然会被堵在一个封存已久的储藏室内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曾经有人在储藏室外面听到过一阵奇怪的喘息声，非常的恐怖，所以一直没敢进去查看。该医院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了，有不少医护人员和患者都听到过可怕的喘息声，而后来据调查，声音很有可能是来自门后人。不过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深仇大恨，他竟然活活逼死了这位医生。那么大家设想一下，如果听到喘息声后立刻开门，又会出现怎么样的恐怖情况呢？既然他那么不想被人看到，会不会一下子就隐身，或者是化作一团雾气飘走了？可惜这个答案仍然是个谜。据了解，至今还没有目击者尝试过，因为当听到那样的喘息声后，所有的人都陷入到了极度的恐惧当中，宁愿抱着必死的决心也不敢开门。或者也有可能像这位医生，因为看到或者与他交流后，最后沦落到了这个下场。不过也有很多人表示，这些人都是内心的恐惧因素在作祟，而且这些曾经目击过门后人的群体，后来都被进行了精神病学评估，越想越邪乎，还脑补出个神秘生物。不过从目击者的描述来看，说的都是有鼻子有眼的，开这种玩笑也没有什么好处，难不成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吗？当然了，没有亲身经历就不能妄自评价，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，目击者肯定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害。个人觉得这个门后人就像是人类意识里面最恐惧的东西，当你意志薄弱的时候，他就会时不时的出现，给你造成压迫感。如果心理素质较差的人遇到这种情况，根本就无法直视，很有可能会面临心理崩溃，留下巨大的伤害。建议大家遇到事情先不要慌，心里默念10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，说不定门后人会被你的一身正气给吓跑了。说正经的，我们要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感呢？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直视它，害怕只会加剧这份恐惧，当你鼓起勇气跨越之后，就会发现困难已经迎刃而解了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看完今天的视频，还是请各位数据删除一下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郑人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